大家好，比特币前2个月低于8万美金的时候，推特上面提醒了几次，我新的资金再一次 all in 比特币，以及交易群 75K， 跟很多粉丝朋友一起在做多。然后前2天是跟很多朋友提到，我不想再买入比特币了，存一些资金，或者是这1-2年一路 all in 做多比特币的利润，已经让我财富自由，有可能后面会出去玩1个半月哦。到时候看有时间就更新，也有可能不更新。那等下来聊聊原因，比特币为什么不买了，或者是买点要怎么判断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 OKX 也是 F1 迈凯伦车队以及足球俱乐部曼城队的赞助商。实力不用我讲，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，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。前2天是跟朋友们提到，比特币4个小时的 Vegas 指标，它已经迎来2025年度1年才有一次的非常重要的黄金交叉，或者是2024年 Vegas 指标144跟169的通道。黄金交叉576跟676通道，后面也是大涨，包括更早之前2023年 Vegas 指标1年只有1度黄金交叉，后面比特币从25000美金一度涨到74000美金。那或者新粉丝不知道这个指标要怎么打开，我今天再教一下，也就是点击这边的 indicator， 然后你搜索 VEGAS，随便用哪一个，比如说这一个 Vegas Double Tunnel 就点开以后，然后点击这边的设置，把里面的参数有一个144跟169保留，然后这个改成576，还有一个338改为676，点击 OK 就可以得到跟我一样的这个指标。那现在比特币价格涨上来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之前推特上面，我记得这个低点也是有跟大家分享，我是继续在 all in 比特币，新的资金啊，包括这个低点，或者是这个低点交易群上面一起在做多，或者是有些新朋友是问我比特币哪里还可以买，那不然我的观点是，朋友们去观察一下，它这一个144的通道，历史的经验，只要这一个黄金交叉存在的情况下，如果价格有跌回来，踩这个144，或者是跌回来踩这个144，跌回来踩这个144，再回撤这个144，一般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整个大长线方向还是看涨，也不是等于说这个位置就不能买，因为该买的低点前2年是一路在 all in。那这个位置我还是那个观点哦，价格已经是接近10万美金，或者是朋友们，你如果是新的资金，或者是新进场的朋友，你不然控场，因为该买的底部要怎么买？我们可以看一下2-3年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，发现的一个线索就是比特币2019年的底部，它跟2015年当时对应的这个位置的底部跟底部周期循环的时间大约是1400多天了。我们可以画一下时间，从2015年这一根 K 线对应的低点，到2019年这一个底部对应的低点，底部到底部的时间周期大约是1400多天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到2022年，当时是从这个位置就开始建议朋友们，如果有下去2万，应该要分批抄底，因为我感觉历史的经验就是时间有可能是4年一个周期，或者是1400多天。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位置后面最终是跌到15K 的底部，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位置对应的时间也是1400多天。所以2-3年之前资金反正是有资金就买入这个比特币，一路都在买到现在的话，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时间哦。如果我们从这个15K 的底部画到目前的位置，已经是900多天。900多天，那我们要思考一下，之前是有跟大家判断过，比特币在2025年的10月份，或者是2025年底，时间如果要继续上去，它爆发这种井喷式的行情，或者是相较的行情，我是希望朋友们利润
因为之前已经买的非常非常重了，利润尽量等就是高点的位置，到时候看卖出，或者是留一部分资金啊。就是最近也是在准备，如果下一轮熊市到高点的某一个位置将来下跌，有没有可能比特币下一轮熊市的底部？历史的经验，它一般很难再去跌破就是前一轮牛市的高点，或者是这个位置两个盘整的区间。我的观点，下一轮熊市如果真的有上去，后面我们到时候看要不要卖出一部分比特币，然后留一部分资金，或者是现在也在准备存一部分资金，等将来比特币是不是真的在循环1400多天的周期。我们看一下时间啊，到时候在2026年的10月份左右，9月份左右，到时候看要不要进场再一次抄底，或者是后面继续 all in 比特币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列上鲸鱼数据，这2天可能也是无意的原因啊，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，买盘是290枚，或者是5月2号昨天是买了800多枚。那我们就不聊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就是最近比特币价格，前几天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个。就是子宫底的它这个颈线突破理论的一个上涨目标位，我们目测一下，从这个颈线的位置画到低点的位置，然后把这一个移到颈线的位置，有一点接近这一个97000到98000美金附近，或者是我们观察一下，就是比特币昨天价格前面一根突破，那我们观察一下，很早之前有跟大家提过，你要防就是万一比特币跌破9万，有可能在8万以下，我会再 all in。那现在价格我们细心观察一下，当时这个区间低点几个低点，9万的低点，然后到10万美金左右的这一个箱体的区间，观察一下它中轴的位置，在这一根 K 线，一根突破，2根突破，最近观察一下，价格最好不要回来。或者是超短线的朋友，我们细心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个箱体的区间，它盘整了8根，如果像之前的这种上涨，那你应该收盘要在高位去盘整，价格不要再回到这个箱体里面。所以短线或者是新进场的朋友，不然我的观点你就尽量控仓，因为该买的低点前面早就已经买了，短线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盘整，很难判断。或者是我们尽量观察，就是比特币价格不能跌哦，它这一个 KD 指标不要给我回到80，回到80有可能代表中线会不会盘整一段时间以后，然后比特币到时候继续往上爆发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